闻佛音，见佛法，欢迎各位师兄收看今天的节目。近日，著名歌手刀郎继2020年发行了其历时20余年创作完成的涵盖了《金刚经》全文的专辑《如是我闻》后，又一全网热播的新歌《罗刹海市》横空出世。很多人认为这首歌实在讽刺娱乐圈，讽刺这个社会，但从小编的角度来看，这首歌又何尝不是在为我们解释轮回的苦呢？今天小编就从2个方面来聊聊这首歌真实想表达的内容。首先，刀郎的《罗刹海市》究竟在讽刺什么？罗刹海市里的罗刹国是《聊斋志异》里描写的一个颠倒黑白、是非不分的国度，那里的人以面貌取人，而且以丑为美，面目越狰狞的越是荣华富贵，长相正常的反而被排挤。男主角马季长相俊秀，被看成妖怪，当他把脸抹黑，反而被认为很美，还做了官。作者最后感叹这里是花面逢迎，视情如鬼。这首歌讽刺的不仅仅是娱乐圈，也不只是影射其他明星，更是对当今社会的巨大嘲讽。看看我们所处的这个社会吧，这是一个污浊遍地的社会，网上最容易流传的是各种丑态的表演，以及各种极端的情绪，越三观不正的人越容易迅速走红。这是一个娱乐至死的年代，年轻人在游戏和娱乐中沉迷，成年人在直播和短视频中放纵，大家都在沉溺于短平快的快乐。这是一个戾气遍地的社会，人们越来越压抑、迷茫、焦虑、抑郁。很多人看起来很正常，其实内心早已千疮百孔，就像一颗定时炸弹，一点即爆。越是搞立场、阴谋论、情绪化的内容越容易被传播，冷静和理智总是被嘲笑，宣泄与谄媚却成了主流。人们越来越崇尚讽刺和挖苦，而非逻辑和道理。大家越来越沉溺于短平快的刺激，不再追求价值塑造。很多男人在一起就谈哪个模式才能搞到更多钱，然后就是搞定更多的女人。很多女人在一起就谈怎么变得更好看、更瘦，然后就是怎么对付男人。至于对高贵人格的追求，对公平正义的追求，对于梦想的追求，很少再有人去谈及。如果有人谈，反而会被认为很迂腐，一股穷酸味，然后对他嗤之以鼻。很少有人关注你为社会创造了什么价值，很少有人愿意从灵魂深处感受你，他们只想打探你有没有实力，然后再看看怎么跟你交往。大家普遍不再关注公共道德秩序，都只想伺机捞一把就走。至于社会被污染成什么样子，都漠不关心。人们从未像现在这样对虚拟世界如此热情，却又对身边人如此冷漠。人们即便在一起吃饭聚会，也基本都是各自玩着自己的手机。社会充斥的全是焦虑情绪，人人都在昼夜不停地奔波，却找不到自己的定位和价值感。大部分人都没有理想，没有自我，如同一只只行尸走肉，成为只会赚钱的机器，孤独寂寞又空虚，生活在绝望的平静里。《聊斋志异》里面描写的各种妖魔鬼怪，其实就在我们身边。现在很多所谓的企业家、明星网红、培训大师、商家等等，其实都是妖魔鬼怪的化身。他们为了名利不惜祸害众生，他们赚钱的方式就是先制造焦虑，让我们恐慌不安，然后让我们去消费，从而从中牟利。这些歪门邪道之前被人唾弃，而现在反而成了主流的赚钱手段。这些魑魅魍魉竭尽所能地吸收人类的鲜血。最关键的问题是，我们还把这些人奉为成功人士，一直在追捧他们。他们将整个地球的能量带入了黑暗状态，浊气太重，戾气逼人，小人当道，好人难行。我们再从佛法的角度看这首歌，《佛说大乘庄严宝王经》里有这么一个故事。释迦牟尼佛往昔为大商主时，与500商人到海中求宝。海上有500罗刹女，他们发起巨大风暴，鼓起大浪，毁坏了商人的船只，将这500商人留在罗刹岛上。岛上的500罗刹女化现成美女供给他们衣食用具，因种种贪爱，
商人禁不住罗刹女的诱惑，与他们结为夫妇。这些罗刹女中的首领名叫罗底迦兰，他带了大商主回到居所，以各种上妙美味饮食使他丰足饱满。有一天，商主忽见罗底迦兰露出前所未有的欣然笑容，便心生疑怪，问道：你为什么这么开心呢？罗刹女回答：此处狮子国，是罗刹女所住的地方，恐怕会伤害你的性命。于是商主又问：你怎么知道呢？罗刹女回答：从此处往南去是禁地，因为那里有铁城，上下周围皆无有门户，其中有无数商人，大多已被罗刹女们所啖食，只剩骸骨。商主好奇去看，果然听到城中发出悲惨的声音。商主知道此地不能久居，于是召集其他商人，祈求圣马王即观世音菩萨之化身，带领他们离开狮子国。圣马王听到他们的祈求，骑着白马而来，奋训其身而说：你们应当一心前进，千万不要回头，如若回头，即刻就会落海，被罗刹女所食。这时罗刹女们听闻500商人逃离的消息，口中发出哀嚎苦切之声，奔驰追逐，悲啼号哭。许多商人听到声音，不禁回头，便纷纷坠入海中。罗刹女及时现出原形，争先取其身肉而食啖之，最后只有大商主一人安然回归故里。故事中，观音菩萨听到他们的祈求，骑着白马而来相救。商人们只要能够牵住菩萨的一缕丝线，不再回头，就能够逃离这个罗刹岛。这里，观音菩萨代表诸佛的悲心，是诸佛悲心里流露出来的窍诀，现前来接引。为什么无门无窗的铁城在南方呢？因为南方是指前路，是没有出路、没有通途的。这比喻着轮回的苦海是没有边际的，三界是没有安全出口的。轮回中一切法的本性都是苦的，所以叫苦地。轮回本身就像罗刹世界一样，而白马就是从观音菩萨的悲心里化现出来的方法。要因救病出金瓶，佛法就是救苦之良药。同时，白马也代表精进不懈。马的鬃毛、尾巴挥舞振奋起来的时候，意味着我们修行要精进、勇猛，要得法之意，从身体到心灵都要有出离轮回的勇猛之相。紧紧抓着丝线，代表相信和愿意被救度的信心，不回头看，不留恋，代表对轮回不再寄予期望，对这个苦难的世界升起了彻底的厌离心，代表着一定得脱生死大海的决心。我们只要能在三宝里得到乃至一丝的法，只要我们对三宝充满信心，心无旁骛，精进不懈，对轮回的世界不眷恋，对这苦海滔滔不留恋，只一心向前求解脱，仅靠着这灵丹一样的佛法，就一定能够超越六道轮回。所以《罗刹海市》这首歌实际上是在描述轮回的恐怖。轮回是什么？轮回其实就是一堆概念，正如歌词最后所描述的那样，马护驴，幼鸟鸡，驴是鸡，鸡是驴。那马护幼鸟是我们人类根本的问题。轮回中，不论是鸡还是驴，亦或是其他任何名相，都是概念。有时有的鸡和驴吗？没有啊，都是概念而已。奥地利著名哲学家维特根斯坦所讲的人生哲学就是揭示这个道理的。这就是人类的根本问题，也是轮回的根本问题。在极具诱惑的轮回中，在充满错误的概念里，我们是看不到真相的。所以在《道德经》里一开篇，老子就说道可道，非常道；名可名，非常名。名是什么？名就是概念。我们错误地认知了这个世界，并为万物起了诸多名字，然后任以为真。在一堆混乱的概念里，是没有真实可言的。在这由名相构成的颠倒混沌的轮回中，什么事情最大？生死大事最大。寿命再长，即使像彭祖活到800岁，到他离去的那一刻，也就一刹那而已。在生死面前，所有的名利地位都是毫无意义的。只有解决生老病死这个最根本的问题，跳出生死轮回的牢狱，才是人类永恒的主题。所以《罗刹海市》已经不仅是歌，是娱乐了，这是一种情感的流露，是从痛苦中挣扎出来的呐喊。
是思想碰撞出的火花，是带着血泪的觉醒的声音。而歌曲的伴奏曲调，则是对这个世界苦难众生的一份悲悯和点化。在历史的长河中，只有智慧的思想能够留存下来，经久不衰。那些在佛法里深刻思考出来的，治愈了自己的法药，也可以治愈众生同样的病，拯救有情免受一样的苦。好了，今天的话题就和大家聊到这了，希望大家动动手指，转发也是一种行善。一个善良故事，每看见一次就是种善因的开始，每一次转发就是一个小小的善举。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